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你知道吗？汉字孝为什么有相似的意思呢？还有，当一个汉字当中有孝的时候，孝又可以表示变小、小的意思。看完今天的节目你就会真正的理解汉字孝的含义，学习由孝构成的汉字以及常用的表达。好，接下来打开你的耳朵，试试看能听懂多少。我们要理解汉字孝，就要回到这个字最初的样子。在经文中，孝的写法是上面一个小，下面一块肉合起来就表示从一大块肉上面切下来一小块。你看这一小块肉和原来的肉纹理相似，所以孝原来的意思就是表示相似。同时小块对比大块它的体积要小，所以呢孝也衍生出了变小、小的意思在很多汉字当中，孝就是表示这个意思的。接下来我们就从孝的这两个意思出发，学习由孝构成的汉字以及常用表达。孝是一个单独的汉字的时候，它表示相似的意思。比如说下面的词语，孝相，孝相就是和本人长得很像的画像。还有不孝、不孝子孙，这两个词语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指子孙不成器没有成为有用的人，不像父母期望的样子。比如说他年轻时不孝，不好好学习让父母很失望。这个句子里的不孝就是指不成器，没有成为父母希望的样子。再比如说一个句子，祖先留下来的东西被不孝子孙糟蹋了浪费掉了。这句话里的不孝子孙就是指后代不成器，没有成为有用的人，不懂珍惜祖先留下来的东西，不像祖先希望的样子。好，下面一个词语惟妙惟肖，就是形容模仿的非常像，跟真的一样。比如说他模仿小狗的声音惟妙惟肖，就像真的小狗在叫。这句话里的惟妙惟肖指的就是模仿的很像跟真的一样。再比如说这幅画画的惟妙惟肖，看起来跟真人一模一样。这句话里的惟妙惟肖就是指画的非常像，就像真人站在面前一样。好，孝是汉字的一部分的时候呢，它表示变小、小的意思。我们来看下面的汉字烧，这个汉字左边是木，表示这个汉字跟木头有关，跟树木有关。右边是孝，表示变小。烧指的是树木最细最小的地方，就是指树的末端。比如说树梢再下面一个字梢，这个字呢左边是禾，表示禾苗，右边的孝表示变小。梢就是禾苗最细最小的地方就是禾苗的末端，也引申为略微，也就是一点点的意思。比如说稍微我们看一个例句，今天的天气稍微有点热，把窗户打开就觉得舒服多了。这句话里的稍微就是指一点点天气有一点热，不是非常热的意思。好，下一个汉字少，左边是口，表示跟嘴巴有关，右边的孝表示变小。比如说口哨吹口哨的时候要把嘴巴弄成小一点的形状，才能吹出口哨，对不对？好，再下一个字肖，左边是三点水，表示这个汉字跟水有关，右边的孝呢表示变小。古人认为水有一种力量，会把东西慢慢冲淡冲走，会让东西一点点变小，最后消失。所以消原来的意思就是指减少、消失。比如说下面的词语消失消失就是指东西慢慢不见了。消化，消化就是食物在身体里慢慢变小，最后被身体吸收了。还有一个词消磨时间就是让时间一点点消失，让时间慢慢过去。古人消磨时间的方式可能是下棋喝茶、写诗。我们现在的人消磨时间的方式常常是玩手机、看短视频。好，下一个汉字消，
左边是一个金属旁，表示跟金属有关，右边的硝表示变小。古人把金属放到火里可以把金属融化，所以硝原来的意思就是指金属融化消失，后来慢慢的硝也指东西变少，甚至完全没有。比如说下面的词语，销毁就是把东西处理掉让它消失。比如说旧文件不需要了，就把它销毁吧。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把旧文件处理掉，不需要再留下了。好，下一个词语销售，你看商店里本来有很多东西，一点点卖出去，东西一点点减少，这个呢就叫做销售。下一个汉字俏，左边是一个单人旁，表示跟人有关，右边的笑表示小所以俏是用来形容小姑娘的形容小姑娘年纪小、灵动好看、惹人喜爱的意思。比如说俏皮，俏皮指的就是小姑娘调皮、灵动，让人喜爱。那如果一个人年纪很大了，仍然很俏，那就叫老来俏。下一个字削，右边是一个利刀旁，表示跟刀子、跟切、削这样的动作有关。左边的削表示变小，所以削原来的意思就是指用刀把东西削下来，让它变小。后来这个削不只用在刀子上，也指力量变弱，数量减少。这个字有2个读音，该怎么区分呢？用刀子削东西的时候是一个具体的动作，所以读作削，表示力量变弱，数量减少，这样抽象的意思的时候读作削。另外在固定的表达和成语当中也读作削。我们看下面的词语，削苹果用刀把苹果皮削掉，这是一个具体的动作，读作削。下一个词语削弱，比如说这一次的失败削弱了球队的信心，他们下一次不敢再挑战强大的对手了。这里的削弱是指信心变小、信心变弱，是抽象的意思，所以读作削。好，下一个词语削减，比如说为了省钱，公司决定削减开支，取消了没有意义的活动。这里的削减是指把开销减少让花的钱变少，这是抽象的意思，所以也读作削。好，下一个词语削足适履，这是一个成语，是一个固定表达，在这里读作削。这个成语是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买了一双鞋子，结果鞋子小了，他没有去换鞋，而是把自己的脚呢削掉一块，去配合这个鞋子。所以这个成语用来形容为了适应一个不合适的条件做出一些不正确的改变，甚至是可笑的改变。比如说为了符合那个奇怪的规定他改来改去，结果削足适履，把事情弄得更复杂了。这句话就是说为了适应一个奇怪的规定结果做了一些不正确的改变。下一个汉字消上面是一个宝盖头，表示房屋，下面的笑呢表示变小到了晚上，房屋一点点变小，最后看不见了，所以消原来的意思就是指夜晚。好，我们看下面的词语元宵，元宵就是指正月15的晚上后来元宵也成了一种食物的名字，是元宵节吃的一种点心，用糯米做的圆圆的形状，里面包着花生芝麻等等。好，下一个词语夜宵，夜宵就是指夜晚吃的点心。下一个词语通宵，就是指整个晚上。还有一个词语通宵达旦，这是一个成语。通宵是指整个晚上，达旦就是指一直到天亮。古人平时睡觉比较早，但是在重要的节日，比如说元宵节，他们会点灯笼、看花灯、猜灯谜，一直热闹到天亮，所以叫做通宵达旦今天我们也会说这个成语，比如说他为了复习考试，通宵达旦的学习，就是指他从晚上一直学到天亮的意思。下一个汉字消，上面是一个雨，表示这个汉字跟雨有关，下面的笑表示变小。古人想象雨是一层一层的，越往上越往高空，越小越看不见，所以消就用来表示最高的天空。比
比如说下面的词语，云霄就是指云朵漂浮的高空，九霄这里的九不表示具体的数字，而表示极致、极高。九霄就是指极高的天空。好，下一个词语冲上云霄就是指快速的升上高空。比如说火箭直上云霄，就是说火箭快速的升上了高空的意思。下一个汉字烧，左边是一个提手旁，表示跟手有关，右边的笑表示小的意思。所以烧原来的意思就是指用手顺便带一个东西这个汉字呢也常常用在生活里，表示动作很轻顺便顺手带一个小东西顺便传递一些小消息的意思。比如捎东西，你回家的时候顺便帮我捎一封信这句话就是说你回家的时候顺便帮我带一封信回来。信是一个小东西，像冰箱这样的大东西我们是不说烧的，烧冰箱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再比如说捎话他让我给你捎句话，他今天晚上不来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让我顺便告诉你一声，让我顺便传递一个小消息，就是说他晚上不来了。你看消这个字既有相似的含义，又有变小的意思。它让我们看到汉字不是单一的符号，而是能收能放的生命。有时它像一面镜子，照出相似的影子；有时它像一把小刀，把大事变小，把细节标记下来。一个小小的消字，让我们看到了汉字的灵动与深意，在一笔一画之间把世界放大，又把万物缩小。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视频的最后是一个笔记总结，我们下期再见。